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充满神秘与智慧的书《玫瑰的名字》。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著名学者、作家翁贝托·埃科，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奇才，在哲学、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着深厚的造诣。《玫瑰的名字》是他于198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轰动。这本书的价值犹如一座蕴藏无尽珍宝的神秘古堡，它不仅仅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悬疑故事，更是一本关于知识、宗教、权力和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探讨之作。对于读者而言，阅读这本书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一扇通往智慧殿堂的大门，它能拓宽我们的思维边界，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中世纪那个既遥远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类历史阶段。它能让我们看到，在宗教信仰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和人性挣扎。这种价值是跨越时空的，无论你身处何种文化背景，无论你对中世纪有多少了解，它都能在你的心灵深处留下深深的印记，甚至可能改变你看待世界和人类的方式。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在真正地主导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宗教教义？是权力？还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些难以言说的欲望？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中世纪，那个被宗教深深笼罩的时代。有一个关于著名神学家阿伯拉尔的故事，他因对基督教教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遭到了教会的严厉打压，他的著作被焚烧，他本人也遭受了残酷的刑罚。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那个时代，知识的探索和传播面临着怎样巨大的阻力。而《玫瑰的名字》这本书就为我们揭开了中世纪神秘面纱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探其中隐藏的秘密。一、关于宗教与权力的纠葛。《玫瑰的名字》以一座中世纪修道院为背景，围绕着一桩神秘的谋杀案展开。在这个修道院中，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修道院里的僧侣们，他们既是上帝的仆人，也是权力的追逐者。宗教教义在这里被扭曲，成为了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工具。书中详细描绘了修道院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不同人物在权力斗争中的表现。从理论层面来看，宗教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教会不仅掌握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拥有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权力与宗教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统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宗教教义被用来维护权力的合法性，而权力又反过来强化宗教的权威性。埃科通过书中的情节和人物，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权力与宗教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理解这种宗教与权力的纠葛，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历史和社会现象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虽然宗教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中世纪，但类似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结合依然存在。比如，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政治权力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紧密结合，通过控制媒体、教育等方式来影响人们的思想。通过研究《玫瑰的名字》中所展现的宗教与权力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权力运作的机制，从而在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现象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虚假的表象所迷惑。书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修道院院长在面对外来调查者时，义正辞严地谈论着上帝的意志和修道院的使命。但实际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修道院的权力和地位，不惜掩盖真相，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的生命。在这座修道院的围墙之内，上帝的意志就是我们唯一的指引，院长如是说。然而，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对权力的贪婪和恐惧。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现了宗教教义是如何被权力所利用，成为掩盖罪恶的遮羞布。2、知识与信仰的冲突。在《玫瑰的名字》中，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冲突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修道院图书馆里收藏着大量的珍贵书籍，这些书籍中蕴含着古希腊、古罗马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智慧结晶。然而，这些知识却与当时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僧侣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与对信仰的忠诚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从哲学角度来看，知识与信仰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在中世纪，基督教信仰被视为绝对的真理，而其他知识体系则被视为异端。知识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教会担心这些知识会动摇信仰的根基。埃科通过书中的情节，探讨了这种限制知识发展的逻辑背后的荒谬性。他认为，信仰应该是一种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一种僵化的教条。真正的信仰应该能够包容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与之对抗。在现代社会，我们依然面临着知识与信仰的冲突。虽然科学知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一些传统的信仰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例如，在某些地区，对于进化论的教学仍然存在争议。通过阅读《玫瑰的名字》，我们可以学会以一种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去看待知识与信仰的关系。我们可以理解到，知识的探索并不会必然地削弱信仰，
反而可以让我们对信仰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在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中遇到的类似问题，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发展。书中有一位年轻的僧侣，他对知识充满了渴望，他偷偷地阅读那些被禁止的书籍，试图从中寻找真理。在这些古老的书页中，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智慧和神秘的世界，他这样说道。然而，他的行为却引起了其他僧侣的恐慌和敌视。这个案例深刻地反映了知识与信仰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那些追求知识的人所面临的巨大压力。3. 人性的复杂与善恶的模糊。玫瑰的名字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他们的人性也展现出了极其复杂的特质。在谋杀案的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恶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欲望、恐惧和秘密，他们的行为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驱使。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人性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善与恶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一个人的行为可能在外界看来是邪恶的，但从他的内心角度来看，可能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或者欲望满足的无奈之举。艾科在书中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和行为表现，揭示了这种人性善恶的模糊性。他让我们看到，在极端的环境下，如修道院那种封闭、压抑的氛围中，人性中的黑暗面更容易被激发出来。理解人性的复杂，对于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让我们难以理解的人的行为。通过学习《玫瑰的名字》中对人性复杂性的描写，我们可以学会从多个角度去分析这些行为，避免简单的给一个人贴上好或坏的标签。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减少冲突和误解。在调查谋杀案的过程中，主人公逐渐发现，每一个嫌疑人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中有的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有的人是出于嫉妒，有的人是害怕失去权力。在这个修道院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每个人都在隐藏自己。主人公感叹道。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以及在特定环境下人性的扭曲。4. 智慧与真相的追寻。尽管修道院中充满了阴谋和危险，但主人公始终没有放弃对智慧和真相的追寻。他深入到修道院的各个角落，与不同的人物交谈，查阅古老的书籍，试图解开谋杀案的谜团。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智慧是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和对复杂问题的洞察力。追寻真相则需要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艾科在书中通过主人公的调查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智慧的头脑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线索中寻找真相的。他运用了多种逻辑推理方法，如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等，同时他也善于从他人的言行举止中发现蛛丝马迹。在现代社会，智慧和追寻真相的能力依然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科学研究、商业决策，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都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通过学习《玫瑰的名字》中主人公的智慧和追寻真相的方法，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学会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冷静，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主人公在调查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和推理，每一个线索都是一块拼图，只有把它们正确地拼凑在一起，才能看到真相的全貌。他这样说道。在一个关键时刻，他通过分析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事件，发现了谋杀案的关键证据。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智慧和追寻真相的力量，以及主人公坚韧不拔的精神。《玫瑰的名字》是一部值得我们深入研读的经典之作，它以中世纪修道院为舞台，深度剖析了宗教与权力的纠葛、知识与信仰的冲突、人性的复杂与善恶的模糊，以及智慧与真相的追寻。这些核心内容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神秘而复杂的世界，更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人类历史、社会和自身的重要视角。它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追求知识、权力和信仰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我强烈的呼吁大家去阅读《玫瑰的名字》，去感受书中那深邃的思想和精彩的故事情节，让这本书成为你书架上的珍宝，成为你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当你阅读这本书时，不要害怕面对那些复杂的思想和情感，要勇敢地去探索、去思考。相信我，当你合上这本书时，你会对世界、对人性有全新的认识。你会发现，你看待周围事物的眼光变得更加敏锐，你的心灵也变得更加充实。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以尝试着将书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思考一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是否也存在类似中世纪修道院中的权力斗争？是否也有知识与信仰的冲突？是否也能看到人性的复杂？当你开始这样的思考时，你就已经在运用书中的智慧了。记住，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玫瑰的名字更是其中璀璨的明珠。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神秘的玫瑰园，去采摘那充满智慧的玫瑰吧。